Yo, what's up, guys? Welcome back to my YouTube channel. 那么今天我要讲的就是让所有室内设计师都惧怕的 Room GPT。我们现在马上开始吧。那么 Room GPT 这东西，它就和 ChatGPT 很像。如果还没有了解什么是 ChatGPT 的话，也可以在左上角这里点击 ChatGPT 的影片来了解什么是 ChatGPT。那么现在就开始来讲什么是 Room GPT。那么 Room GPT 本质上都是和 ChatGPT 一样，都是为了要人们更加方便而已。那么 Room GPT 为什么会让我们室内设计师惧怕呢？所以我们现在来简单讲一讲它的功能。其实我们可以去到网站看，它用的其实非常的简单，你只需要一张照片，然后选择你想要的主题，它就可以帮你生成那个主题。然后你那个地方是要做什么的，上传上去就可以了，就是那么的简单，就3个步骤而已。虽然这东西出来的时候就觉得哇，它这个 app 那么屌，就会不会之后室内设计师就会没有工作的呢？所以它基本的用法就已经讲完了，它就是用法其实就这样子。我在这里会展示一下它这个网站的这个用法，它这个网站的好处，还有就是它的一些bug，还有一些坏处之类的东西给你们知道。那你们开到谷歌这页面这里，你们就可以写Room GPT，OK， 那会出现2种类型啦。它第一种的话就是英文版本的，然后它一天就只能render 3张照片而已。那么下面这好处啊，可以生成无数的照片呢，还有它的选择也会比较多一点。那么我们按进来，我们就可以去到我们的这个 Room GPT 这页面这里。那么下面这里就会有展示一下它的这个 AI 的强大啦，它可以看它生成的图片出来到底是怎么样子的。OK， 我们首先进到这页面这里，它上面那个就给你选择它要的款式，我就选择我最近非常喜欢的这个乡村风，然后我准备到的照片就是茶水间的这个照片，然后我就上传我之前一个客户的一个照片，所以这就是他原本他家要装修一个地方。所以看到它这里生成了3个图片出来了，这就是乡村风的主题啊，还有一点就是带原始一点这样子，就是有木头啊，有石头这样子的。OK， 可以看到第一张图片的话，也可以看到还有给的是2个冰箱啦，而且左手边这还是一个房间来的，它 detect 到是一个冰箱的东西，所以它这里就有一点点的 bug 啦。然后就是第二点，它这个其实后面这里它是原本是一个门口来的，还是 detect 到是一个冰箱。所以就它这一点就有点不太好了。然后第二张图片的话，它 detect 到这里是一个门啊，左手边这里，不过它不是房间了，然后另外一边它后面那边的话，还是可能detect 到它是一个厨，可能或者是一个桌面这样子，其实还是一个门来的，所以这也是还有一个不好的地方了。然后也是它原本尺寸的那个吧台。OK， 那么一开始我们来看这个。它左手边其实它也是 detect 到是外面啦，这个其实不太大问题啦，可能我们换一换还是怎样。然后它起码它后面这个它可能sense到是一个门了，它就没有乱给一个冰箱还是怎样然后其他方面也是会比较干净一点啦。那么如果你是真的是不满意这3张照片的话，你可以按下面这个再生成，它就可能会再生成另外的3张照片给你。那么第2批的照片出来了，第1张的话其实它感觉不太好啦，第2张的话就 OK 了不错的，不过就也是还是有一点 bug 啦，还是 detect 到外面是户外了。所以第3张照片的话可以看到它左手边这里就满意了，它这里真的是给了一个房间，然后右手边这里的话有一点地方有点怪怪啦，就是它吧台这里它好像有点凹进去这样子，其实它不应该是凹那么多了，所以它这个 Room GPT 的话，它其实也是有很多 bug 的存在了，就很多情况下它没有办法去 sense 到它那个环境的设计这样子，而且如果今天客人他可能不想要这个吧台，他就只能生成有吧台的给你，除非你真的是把这个吧台拆掉了，它可能会生成一些不一样的照片给你啦。不过有吧台的情况下，就还是会生成一个吧台给你，所以这就是还不太实用的一个地方了。那么看到它使用方法了过后，其
其实这个东西还没有真正取代到室内设计师啊，可能很多还没有使用过室内设计师这个服务的人，他们都会认为哦，你给我这个钱，然后你帮我去设计我的屋子，画那个图片，起那推出来，然后其他的平面图出来，然后就完了。其实室内设计师的工作本质上就帮人家去解决他房子的问题。其实我们从设计，它只是我们室内设计师的其中一个部分。然后，那么我们还要去做一些material 的 survey， 就是什么材料会比较便宜，然后会比较好一点，会符合那个客人心目中的理想价格，还有就是它的外观这样子，还有它的实用性。所以 RoomGPT 这个东西，我就暂时觉得它不太会取代到我们设计师啊。那么如果你给了一笔钱，你去找室内设计师的话，当然他们也会帮你去画你的 3D 图。其实 3D 图它占到费用的比例其实不会很高啦，讲真，除非你拍的那个角度真的是很广，它整个房间都拍得到，要不然其实你用那个 RoomGPT 做出来的东西，其实是，如果你是分开两张图片的话，它是会做出不一样的东西给你了。归根到底，室内设计师还是要做一次，所以这个费用也是很难去省下来的了。除非你讲说你的空间很小，你只是想说做这一 set 罢了，然后你又刚好你相机又可以拍得完 ，OK， 这样子的话可能会省下了一些费用啦。但是对于那个空间来讲，它不是那么大的情况下，其实它的设计费也没有很高。倒不如你去花一点点的钱，然后让室内设计师去帮你设计一个专属于你的设计，我觉得这样子会更好。不过如果是换另外一种情况来说，如果是你今天是把这个地方去做 Airbnb， 又或者是租房子的一个投资，然后你又想要还有一点设计，这个就对你来讲很有好处啊。因为你知道 Airbnb 它基本上就是一个投资的项目，它其实是目的就是赚钱，它不是要来自己住啊。基本上就是其实是利益会比较大一点，你想要快一点的回本，你的本的话其实要小一点，这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了。如果你用这个 app 去做这东西，然后你再去找装修佬去帮你装修，可能它费用真的会比较便宜。如果今天你是拿来自住的话，其实我觉得一个房子通常也是住会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呢，可能10年或者上到20年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你会用一笔不是很大的费用去做一个你专属于你的设计，会比较好一点。然后刚刚我以上说的就是第一点啦，然后第二点就是室内设计师他接触的案例比较多一点啦，所以他会明白你这个东西它大概尺寸是多少，所以他会帮你去画平面图出来，然后去再交给那些装修师傅去把这个家私去做出来。它这个 RoomGPT 暂时是没有这样子的功能啦，可能以后未来会有这样子的功能也不一定。不过目前为止的话，它对于室内设计师是造成不了什么威胁的啦，因为它这个尺寸的东西其实是以经验来谈的，然后其他尺寸的东西就是也是要室内设计师去做，所以你也会要画平面图的这一笔费用出来，所以这可能省下了3D 图片的这一 part 罢了。然后第三点呢，就是我也是有说到的，他要帮忙去选择他的那些材料，然后这个很凭经验啦，选择他这个公司的材料，它的价钱符不符合你，然后它的关系到底怎么样，所以这也是室内设计师他才知道的一点，所以他会帮你去选择他认为好的材料给你，又或者是他那个价钱他觉得是适合你的，他也会去放进这个设计里面，然后也是可以做出和图片一模一样的东西给你，可能它的关系就是以你的 budget 来看，它到底能做什么样的东西给你。然后总结来说呢，其实室内设计师可以利用好这个 app 去拍一下屋主的房间，然后他再 show 给屋主看，可能会避免了一些交谈上面的一些误会啦。他这个的话，就其实对一些资深的室内设计师的帮助其实并不大啦。它对于一些比较小型的或者是比较新的设计师来说，其实是蛮好用的一个工具的。可能客户可以去做一下调查，自己喜欢风格到底是什么，然后去用这个 software 去做出来，就会帮双方省下了不少时间，那房子也会更加的快去完成了。其实它有一点局限于想象力啦，就是刚刚可以看到我的8 area 如果我是必要的呢，如果想要做其他款式或者是做其他的设计的话，这一方面 GPT 的话就有点不太体贴啦。那我不知道其他设计师到底对于 RoomGPT 的看法到底是怎样的，可以在下面留言让我们知道。那么今天分享到这里结束了，喜欢这个影片不要记得点赞，然后并且分享这个影片出去，还有别忘记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那么之后更新影片才不会错过。我们下一个影片见，拜拜。